一间阴暗的房间中，关着3名花季少女，绑匪坐在他们面前，眼光锋利地扫过每一个人。卷发女子似乎猜到了男人想做什么，便下意识地拉了一下裙子，没想到正是这个举动让绑匪选上了她。就在她被拖出去的前一秒，同伴让她尿在自己身上，果然不到1分钟，卷发女人就被扔回了房间。原来绑匪进来的时候有擦拭椅子的动作，同伴猜测她有强迫症，他绝对不会喜欢脏兮兮的女人。虽然侥幸躲过了一劫，但这不是长久之计。男人为什么要绑架他们？3个女人又会遭遇怎样的不幸呢？大家好，欢迎来到纸哥电影。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美国烧脑悬疑片《分裂》。主人公名叫凯西。几个小时前，他受邀来参加同学小金的生日聚会。凯西性格孤僻，喜欢独来独往，这让他在同学中很不受欢迎。小金本不想邀请他的，但父亲不允许这种孤立行为，便把所有人都邀请了过来。聚会结束后，凯西想乘坐公交车回家，但小金父亲放心不下，就准备把他和同样没人来接的卷发女先送回去。3个女孩坐上车子，父亲则在后车厢装东西。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名男子迎面走了过来。起初女孩们还没有察觉，直到男子坐到了副驾驶上，他们才意识到父亲不见了。还没等到他们弄清楚状况，男人就掏出喷雾将3人迷晕了。当3人再次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关在了一间密室中，然后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小金的情绪非常激动，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攻击，他们应该找机会偷袭绑匪。然而凯西却拒绝了这个提议。那个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小金拖出了房间，他甚至能一拳把自己打晕。小金的计划只会激怒对方罢了。凯西小时候经常跟父亲出去打猎，这个过程需要足够的冷静和耐心，只有彻底了解猎物的习性之后，得手的几率才会最大。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弗莱彻医生是一位专门研究精神分裂症的专家。这天，他收到了病人巴里发来的邮件，表示想跟他见一面。病人主动联系医生，这绝对是个好现象。于是弗莱彻医生便把他约了过来。但让人没想到的是，所谓的巴里竟然就是绑架3个女孩的人，只不过他现在更放松，跟之前冷峻的形象判若两人。邮件中的内容只有短短几个字，给人的感觉非常紧急。医生想知道他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儿。然而巴里却一直在岔开话题，简单应付了几句就匆匆离开了。一直以来，弗莱彻医生都不把精神分裂看成一种疾病，而是人类的高级形态。他看过不同人格下的脑部扫描图，发现这些人体内的化学反应会根据思想的不同而产生变化。虽然都是同一副躯体，但有的就手无缚鸡之力，有的就能轻松举起几倍于自身的重量。倘若加以研究，说不定会是人类的福音。另一边，3个女孩透过门缝发现有个女人正在自言自语，不管这个人是谁，说不定能把他们救出去。女孩们拼命地向她呼救，但是当房门打开之后，走进来的竟然是穿着女装的绑匪。原来他是一名精神分裂患者，女人只不过是他众多人格中的一个罢了。他自言自语其实就是在跟其他人格交流。晚上，绑匪人格再次上线，他叫丹尼斯，这次他的态度和善了很多。女人人格刚刚提醒了他，这3个人都是神圣的食物，自己不应该对他们有想法。虽然不会被骚扰了，但男人的话让他们更加毛骨悚然。食物是什么意思？难道这里饲养着什么可怕的怪物吗？第2天一早，凯西刚睡醒就看到男人坐在门口，他行为举止非常幼稚，看上去就是一个孩子。被囚禁的这几天，男人的性格一直在发生改变。凯西也猜到他是一名精神分裂患者，他们没有能力对付一个成年人，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孩子吗？不过凯西却不敢用强硬的手段，他不知道男孩受到刺激之后，丹尼斯会不会重新夺取控制权，所以他只能通过哄骗的方式让男孩带他们逃离这个地方。但男孩非常惧怕其他人格，他们花了好长时间才把牢房做好，就连在这工作的人都无法察觉自己是绝对不会冒险帮助他们的。说着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凯西瞬间就发现了重点，这间牢房是临时搭建的，
这就意味着房间并非密不透风。三人立刻开始四处寻找，最终屋顶的一块木板后面传来了空洞的声音。好在木板的质量不是很好，小金很快就撕开了一道缺口，木板后面是通风管道，他们完全可以顺着管道逃离这里。然而事情却没有想象中顺利，重新掌握控制权的丹尼斯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的小动作，如果让他看到这一幕，逃生计划就功亏一篑了。于是凯西和卷发女便用尽全力顶住房门，但他们哪里是丹尼斯的对手，没坚持2分钟，房门就被撞开了。但小金也已经钻进了通风口，他顺着管道来到一个陌生的房间，这里错综复杂，短时间根本找不到出口。丹尼斯又在后面穷追不舍，小金没办法，只能暂时躲进了柜子中。尽管他极力压低自己的喘息声，但最终还是被丹尼斯发现了。为了惩罚这种逃跑行为，他将小金单独锁在了一个房间里。几天后，巴里来到弗莱彻医生的诊室赴约，他非常热爱服装设计，每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都有说不完的话。然而今天却表现得非常不专业，弗莱彻一眼就看了出来，眼前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巴里。从上次见面开始，弗莱彻就察觉到了异常，给自己发邮件的应该是其他人格中的某一个。从发送邮件的紧急程度来看，他应该有很重要的事想告诉自己，但是见面之后却表现得若无其事。弗莱彻猜测，坐在自己面前的跟发送邮件的不是同一个人，他们一定有什么事在瞒着自己。虽然弗莱彻没有见过所有人格，但对他们也都有耳闻。如果没猜错的话，现在掌控身体的应该是丹尼斯。身份暴露的丹尼斯脸色立刻沉了下来，他并没有承认，找了个借口就匆匆离开了。晚上，女人人格破天荒地将凯西和卷发女带到餐厅吃饭，这是被囚禁以来两人第一次走出牢房。卷发女认为这是逃跑的好机会，便趁着女人切面包的空档示意凯西逃走，但凯西知道这根本就不可能。还没等她做出回应，卷发女就用椅子砸向了女人的后背，然后拼命地向房间外面跑去。女人一点都不着急，因为她知道没人能从这里逃出去。只是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找到了走投无路的卷发女。她的下场跟小金一样，被单独关进了一间密室中。第二天一早，男孩人格掌握了身体的控制权，他自豪地告诉凯西，自己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只要他想就能随时掌握意识。因为丹尼斯和女人相信野兽的存在，所以他们抛头露面的机会比较多，而那些不相信野兽的人则被压制住了。凯西也听过丹尼斯提到过野兽，但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没人能说得清楚。男孩是一个音乐迷，他的房间中有很多好听的唱片。凯西想让他带自己去看看那些新鲜玩意儿，然后借此机会找到出去的路。在凯西的软磨硬泡之下，男孩答应了他的要求，不过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下次回来一定带他去。画面一转，丹尼斯来到诊所赴约。弗莱彻医生深夜收到了巴里发来的紧急邮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究竟想告诉自己什么呢？起初丹尼斯还想蒙混过去，但这种浅显的谎言在弗兰彻面前根本就不奏效。男人最初的名字叫凯文，小时候经常受到母亲的虐待，这就导致他的心灵非常脆弱，且急需要安全感。他身体里的23个人格都是在凯文需要保护的时候产生的。丹尼斯强壮冷静，有纪律性，弗兰彻完全能够理解他的存在。丹尼斯被弗兰彻医生的真诚打动了，于是便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他跟女人人格都有性格缺陷，所以总受到其他人格的奚落，但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凭什么有缺陷就要被奚落？于是两人就结盟了，他们掌管了一切，给弗莱彻医生发送邮件的应该是其他人格。他们趁丹尼斯放松警惕的时候，短暂获得了身体控制权。弗莱彻听其他人格说过，丹尼斯和女人总把野兽挂在嘴边，所以他猜测那些紧急邮件肯定跟野兽有关。只不过现在丹尼斯占据着身体，弗莱彻医生什么都问不出来。晚上，男孩将凯西带到了自己的房间，还向他展示了一部对讲机。起初凯西还以为是模型，但当他转动开关之后，居然真的传来了一个男人的说话声。这个举动把男孩吓坏了，如果让丹尼斯知道凯西跟外界联系，他一定不会放过自己。凯西管不了那么多，这是他唯一逃出去的机会，于是便拼命地向对方呼救。
既然能用对讲机联系到，说明对方距离自己很近，但男人却不相信他，他还以为有人在恶作剧。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丹尼斯夺回了身体控制权。他没有惩罚凯西，因为今天晚上是野兽降临的日子，自己要让他亲眼见证这一伟大时刻。凯西小时候经常跟父亲和叔叔出去打猎，然而有一次，叔叔以模仿动物为由将他带到了石头后面，还骗他脱掉了衣服。之后发生的事情对凯西来说简直就是噩梦，每当想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他都痛不欲生。晚上，弗兰彻再次收到了巴里的邮件，这次不是一封，而是无数封。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便打车来到了巴里的家。此时仍然是丹尼斯在主导身体，看到弗兰彻的到来，他就知道瞒不过去了，于是便交代了一切。弗兰彻曾有过一个病人，他本来是一个盲人，结果却有3个人格重获了光明，这就说明一个人的性格是可以改变身体构造的。凯文从3岁开始就受到母亲的虐待，丹尼斯人格也是从那时候产生的。虽然在弗兰彻眼中自己是个很有安全性的人，但这仍不足以保护凯文。于是第24个人格野兽便开始形成。他毛发浓密，肌肉壮硕，身躯比自己高大很多，就连皮肤也像犀牛皮一样坚不可破。用不了多久，他就会降临这个世界，专门吞噬那些不洁的人。弗兰彻被这样的言论吓坏了。人类的进化是有限度的，丹尼斯口中的怪物不可能存在，但自己身处险境，他不好跟对方争论，只是约他明天见面之后再详聊。临走之前，弗莱彻借口去一趟洗手间，然而当他打开房门之后，发现躺在里边的小金已经奄奄一息了。弗莱彻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丹尼斯就用喷雾迷晕了他。随后，丹尼斯带着一束鲜花来到地铁站，他要迎接第24个人格的到来。伴随着一段时间的蜕变，一个全新的物种诞生了。他发疯一样地奔向自己的住处，他要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与此同时，弗莱彻医生也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急匆匆地在纸上写了一行字，结果刚把笔放下，野兽就出现在了身后。他并非毫无理智，而是在感谢了弗兰彻多年的帮助后，用手臂活活将他勒死了。凯西被关的房间里有一台电脑，里边保存着每个人格的录像。凯西在观看的过程中，偶然发现自己所在房间的衣架上挂着一串钥匙。他用钥匙打开房门，轻声轻脚地来到囚禁卷发女的房间，但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大惊失色。卷发女已经被野兽撕碎了。凯西强忍着恐惧来到小金的房间，看到小金还活着，凯西长舒了一口气。然而下一秒，野兽就把小金拖到房间深处，大口啃食了起来。惊慌失措的凯西逃到了弗兰彻的房间，桌子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喊这个名字，凯文·温德尔·克拉姆。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野兽已经追了上来，凯西只能放手一搏。他一遍遍地喊着这个名字，没过多久，野兽的意识就散去了。男人的原始人格凯文则回到了身体当中。他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只是询问凯西现在是不是2014年8月9号。原来从这天开始，凯文就再也没有主导过意识，而现在是2016年，他已经足足2年没有醒过来了。当得知最尊敬的弗莱彻医生是被自己杀死的时候，凯文就知道他的那些人格已经完全失控了。他把枪和子弹的位置告诉了凯西，只要杀了自己，一切就都结束了。然而他话音刚落，其他人格就开始抢夺身体的控制权。看着眼前的一幕，凯西眼中流露出了深深的同情。他们只是想保护自己而已，只是这个怨念太深，才酿成了今天的悲剧。留给凯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必须在野兽回来之前将这副躯体除掉。按照凯文提供的地点，凯西找到了枪和子弹。他从小就学习打猎，猎枪在他手里并不陌生。他将自己反锁在牢房里，然后用枪瞄准围栏的方向。但他没想到的是，进化后的野兽已经不再是人类。凯西2枪下去，只对他造成了皮外伤。野兽一步步地走向凯西，他仅用双手就将金刚打造的围栏拉弯了。就当他准备杀死猎物时，他突然看到了凯西满身的伤疤。父亲去世之后，叔叔就成了凯西唯一的监护人。他这个人非常病态，凯西跟着他饱受折磨，这也是凯西性格孤僻的原因。在野兽的世界里，没有受过折磨的人全是不洁之人，而凯西则恰恰相反。他跟凯文有相同的经历，
这类人在野兽眼里反而更加纯洁，他没有为难凯西，而是转身消失在了黑暗中。不知道过了多久，管理员发现了凯西，并将他营救了出去。此时凯西才发现这里是一家动物园，里边关着很多性情残暴的野兽，这或许就是野兽人格的由来。影片的最后，凯西的叔叔来接他回家，凯西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露出一副坚定的眼神。他看到了凯文的悲剧，从今往后他不会再让自己受到伤害。Let's go. I wake up to a little bit of drool on my pillow, feel like it's gonna be a bad day. Yeah, I'm tired of shit, and the coffee ain't hit yet, damn, ain't that great. I don't wanna go to work, cause my boss is a jerk, and I'm not even that paid. I need a change in my life, cause I don't feel alive, and there's nothing that makes me happy. Hold my beer for a minute, I'm about to quit my job, cash in for a ticket. I'm going on a trip and I don't plan to visit. I'm gonna stay there till I feel like I'm winning, and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I need a big change, help me feel like living. I need a big swing, home runs I'm hitting, and I'll never look back, moving on till I get it all. And we all got dreams, we all want things, but what you gonna do for it? How you gonna move for it? What you gonna be? And do you believe you can do anything? But what you gonna do for it? How you gonna move for it? What you gonna be? Let's go! Hey! Yeah, this is my life, my strife, my right to fight, to die on. And this is my game to play, to claim a brand new name, And I ain't gonna lie to you, I'm a bit nervous that I might screw everything up that I've ever done. But what's the point of living if you ain't having fun? I guess I'll try this, try that, might miss, gotta find what I'm good at. I guess I look here, look there, over where am I scared, where am I at? I gotta make it in this life, whatever makes me happy, know I'm doing things right. Sipping in the summer on a goose and Sprite, or find a nightclub for the end of the night, And we all got dreams, we all want things, but what you gonna do for it? How you gonna move for it? What you gonna be? And do you believe you can do anything? But what you gonna do for it? How you gonna move for it? What you gonna be?的是丹尼斯。分裂表面上是一部惊悚电影，实际探讨的却是精神创伤所带来的危害。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创伤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人，甚至将人异化。当灵魂被痛苦反复撕扯的时候，一种无形的恐怖力量就会诞生。这种力量既能摧毁自己，也可能孕育出难以想象的恐怖存在。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喜欢我的解说，记得点赞、收藏，一键3连。你们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